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蜀山戰記，趙麗穎評譽吳昕封神，極致的演技成就仙俠巔峰。頭像：當年那個扎着馬尾、滿臉膠原蛋白的傻白甜專業戶趙麗穎，在2015年突然以一身紫衣銀飾的魔宗妖女形象闖入觀眾視野。她眼神凌厲，出手狠辣，卻在望向愛人時流露出轉瞬即逝的溫柔。這個名為玉無心的角色，成為仙俠劇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亦正亦邪大女主。蜀山戰記之劍俠傳奇製作團隊大膽採用先往後台播出模式，網絡版提前3個月上線，首日點擊量突破1000萬，衛視播出後仍穩居同時段收視榜首。這種打破傳統的排播策略，在當時台網競爭白熱化的環境下，引發行業震動。趙麗穎飾演的玉無心是西域魔宗綠袍尊者的獨生女，從小被訓練成冷血無情的殺手。紫色眼妝搭配銀色髮飾，出場時指尖輕撫長鞭的姿勢都帶着危險氣息。但當她偽裝成善良柔弱的小玉接近丁隱時，低頭抿嘴的羞澀模樣又判若兩人。劇中有個經典場景，玉無心奉命奪取赤魂石，在月光下與丁隱對峙。他原本譏諷的冷笑，在對方提及自由2字時突然崩塌，顫抖的睫毛暴露內心掙扎。這種在狠辣與脆弱間的精準切換，讓觀眾看到角色冰冷面具下的溫度。吳奇隆作為製片人兼主演，放棄男1號選擇飾演綠袍尊者。片場花絮顯示，他穿着綠色特效服與趙麗穎對戲時，兩人常常因為父女關係的複雜張力而即興發揮。有一場玉無心被父親懲罰的戲，趙麗穎被威亞吊至半空，眼眶通紅卻倔強不肯落淚的表現令現場工作人員動容。陳偉霆飾演的丁隱同樣突破傳統仙俠男主設定，頂着一片厚重劉海的山村少年形象初期備受爭議，但隨着劇情推進，當他被赤魂石侵蝕逐漸黑化，血紅色瞳孔與癲狂神態完美呈現正邪交織的撕裂感。特別在與玉無心的3次分離戲中，他從最初純真到最終絕望的層次變化，與趙麗穎的表演形成強烈共振。網絡版每季結尾保留懸念，玉無心跳崖的開放式結局引發全網討論，衛視版則調整敘事節奏，增加銀杏夫婦日常互動片段。這種差異化管理使同一 IP 覆蓋不同觀影習慣的受眾。當年百度指數顯示該劇話題熱度持續攀升72週。玉無心的服裝造型暗藏角色弧光，前期暗紫長袍象徵魔宗身份，中期淺藍紗裙暗示人性覺醒，結局時的素白勁裝則寓意新生。化妝師特意設計漸變純色，從深醬色到裸粉色的變化對應人物內心軟化過程。這些細節處理讓形象轉變更具說服力。趙麗穎在片場經常與導演討論表演尺度。玉無心面對母親遺物時的哭戲，原本設計為嚎啕大哭，他建議改為咬唇壓抑的啜泣，顫抖手指輕撫木釵的細節更顯悲痛克制。這種收放自如的處理方式，使角色擺脫傳統反派臉譜化塑造。劇集動作設計融合舞蹈元素，玉無心的長鞭戰鬥場景參考水袖舞的韻律感，舞指團隊為他定制360度旋轉甩鞭的特寫鏡頭。陳偉霆的劍法則融入現代街舞動作，其中一場竹林對決連續拍攝18小時，他親自完成後空翻踢劍的高難度動作。配角塑造同樣打破常規，綠袍尊者並非單純惡人，他對亡妻的痴情與對女兒的扭曲愛意形成複雜人格。吳奇隆在詮釋角色時加入微妙表情變化，比如提及素因名字時下意識摸戒指的小動作，使反派充滿悲劇魅力。周青雲與丁隱的成親橋段成為劇情爭議點。
編劇設置詛咒解除的宿命論推動情節轉折。這種刻意製造的衝突雖引發觀眾不滿，卻側面反映角色關係的複雜性。文詠珊為演好這場戲，反覆調整語氣，從愧疚到決絕的情緒轉變，拍攝7條才通過。《蜀山戰記》的實景拍攝耗時11個月，劇組輾轉浙江仙居、雲南石林等地的原始地貌，玉無心與丁隱定情的銀杏樹林、10位千年古樹群，航拍鏡頭捕捉到的四季變化，暗合人物命運起伏。特效團隊制作赤魂石具象化效果時，參考岩漿流動與星河光輝的自然現象，使玄幻元素具備科學美感。趙麗穎在表演中注入即興創作。玉無心偷看丁隱練劍時偷笑的鏡頭，來自他臨場發揮，被剪輯保留後成為經典表情包。陳偉霆也貢獻不少喜劇橋段，比如丁隱首次御劍飛行時誇張的踉蹌動作，緩和劇集沉重基調。玉無心的主旋律採用古箏與提琴混音，既有東方韻味，又暗藏不安定感。結局場景白衣染血的畫面搭配交響樂變奏，音符從激烈轉向空靈的處理方式，暗示肉體毀滅與精神永存的哲學主題。玉無心的冰魄寒鞭實際由特殊樹枝製成，在低溫環境下會浮現雪花紋路。丁隱佩戴的赤魂石項鏈內嵌發光2極管，亮度隨角色情緒波動變化，這些工藝細節強化戲劇張力。《蜀山戰記》開啟的網台聯動模式持續影響行業，其開創的會員搶先看排播體系後，被多部爆款劇集沿用。數據證明這種模式能有效延長 IP 生命週期。製作方後續開發手遊與周邊產品，玉無心同款發簪銷量突破10萬件，實現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的雙贏。當觀眾反覆回味玉無心在雪地中回眸的經典鏡頭，那個集妖女、戰士、情人於一身的身影，已然超越熒幕虛構人物的範疇。它的存在似乎向市場拋出一個待解難題：當技術革新與表演藝術達到某種平衡時，仙俠劇的創作邊界究竟能拓展至何處？